她是父母失败婚姻中遗留下来的产物，从出生起就成了妈妈手中谈判的筹码。当初妈妈为了嫁入豪门，不惜整容成爸爸白月光的模样，趁着爸爸喝醉后爬上了她的床，害得爸爸的白月光心碎离开。虽然她如愿以偿的嫁给了爸爸，但爸爸却从来都不喜欢她。妈妈本以为孩子出生了，爸爸就会继续和她过日子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张离婚协议书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妈妈离婚的条件仍然是带走千夏，因为她觉得只要有千夏在，苏君哲就永远都和她撇不清。所以妈妈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带着千夏出现在她面前。刚开始1次2次，爸爸还会理会一下，毕竟那是他的女儿。但后来妈妈的要求越来越过分，爸爸忍无可忍下，直接把房子给了她。之后不管妈妈怎么闹，他都不再理会，除了每个月该给的生活费，苏君哲都不再见他们母女。至此，千夏的处境就彻底变了。以前在爸爸面前，妈妈还会装一下慈母，后来不管他说什么，爸爸都不来看千夏了。他觉得到底因为是个女娃，所以爸爸才会如此不看重她。他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年幼的千夏身上。直到3年后，爸爸要结婚了，结婚对象是他的初恋江妙熙。原来半年前江妙熙回陆海市，刚好就被苏君哲遇见了。在他多番解释下，江妙熙原谅了他，还告诉他有了个6岁的女儿，这让爸爸对他们母女更感到愧疚，当即向江妙熙求婚了。他为江妙熙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妈妈带着千夏躲在角落，她指着江妙熙恶狠狠地说：“看到没，就是那个女人抢走了你爸爸。”千夏没有说话，就默默地盯着台上。从那天婚礼之后，妈妈回到家就天天喝得酩酊大醉，有时喝醉了还会摔瓶子耍酒疯，将千夏按在墙角狠狠打一顿。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天后，她突然对着角落里的千夏柔声呼唤：“千夏呀，妈妈今天带你去游乐园玩好不好呀？”妈妈今天有些一反常态，平时出门都不会带着千夏的，今天反倒是想带她去游乐园。但小千夏也没多想，只是乖巧地点了点头。妈妈替她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，然后带着她去了游乐园，玩了漂亮的旋转木马，还带她去吃了汉堡包。这一刻，小千夏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妈妈，她好希望妈妈一直这样，即使没有爸爸，她也很开心。接下来，妈妈又带着她玩了很多项目，最终在摩天轮上下来后，妈妈还是借着买水的机会打算离开了。小千夏眼底的光暗淡了一些，急忙伸手抓住她的衣服，好似在说一定要回来哦，千夏乖，坐在这等妈妈，妈妈一会就回来。她掰开千夏的手指，转身快步走进了人群，看着妈妈离开的背影，千夏眼底的光一丝丝褪去，长长的睫毛掩盖住了眼底的失落。她知道妈妈不要她了，她再也没有家了。天空开始下起淅沥的小雨，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着急地找地方避雨，而她依旧不为所动地坐在长椅上，还在祈求最后残留的一丝希望。小妹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家人呢？见有人跟她说话，小千夏慢慢抬起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又迅速低下了头。这人是那天婚礼上的新娘江妙熙。江妙熙见人不理她，便蹲下身温柔地开口：“小妹妹，你是不是和家里人走丢了？”小千夏再次抬眼看她，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现在雨下这么大，你都淋湿了，阿姨带你去换个衣服，等一会天晴了再帮你找家人好吗？江妙熙耐心地哄着她。小千夏眨了眨眼睛，那我们走吧。江妙熙伸手抱起了千夏，带着她回到了游乐场里的温泉酒店。小妹妹，淋了雨就要洗个热水澡，不然容易生病的。阿姨给你洗澡可以吗？小千夏眨了2下眼睛。江妙熙见她同意了，于是给她脱掉了身上的衣服。可当看到小千夏身上的伤时，江妙熙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。小千夏以为她被吓到了，连忙隐藏自己身上的伤。这是谁弄的？是你爸爸妈妈打的吗？江妙熙心疼地看着千夏，而小千夏也只是看着她没有回答。江妙熙见千夏一直不愿意说话，也就没有逼她，想着等找到她父母了再来好好问问。小千夏被江妙熙放进浴缸，感觉到自己被水暖暖的包裹着，没一会她就舒服地睡了过去。见她睡着了，江妙熙赶紧将她抱起来放到床上。做完这些，助理徐淘淘便推门进来，她愤怒地说道：“妙姐，你说说怎么有这样的母亲呢？怎么回事？”江妙熙看徐淘淘这样也猜到了什么。妙姐是这样的，刚刚游乐园的管理员查了监控，小女孩今天是跟她妈妈一起来的，还带她玩了很多项目，最后从摩天轮上下来后就离开了，然后便再也没回来。小女孩就在那一直等她。徐淘淘把前因后果都讲了一遍。妙姐你都不知道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都震惊了，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狠心的母亲？可能她有什么苦衷吧，她也是个母亲。江妙熙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狠心的母亲会抛弃自己的孩子，现在找到她的母亲了吗？这才是她最关心的。这孩子还这么小，没了妈妈就要去孤儿院了？没有，因为监控都离得比较远，她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大半，看不清样子。江妙熙有些心疼地看向卧室，那这孩子现在怎么办？徐淘淘顺着江妙熙的视线看过去，她一直不肯开口说话。我们都不知道她家在哪，只能送到公安局，如果一直找不到她家人，可能会送到孤儿院吧。先报案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她家里人。好的，妙姐。徐淘淘拿着手机出去了。江妙熙起身回了房间，却见小千夏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她有些尴尬，刚想怎么安慰小千夏一下时，就见她用手语比划着：“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妈妈不要我了，你送我去孤儿院吧。”江妙熙拍戏这么多年，手语是会一点，她看懂了小千夏的手势，心骤疼，这么乖巧的孩子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事？你家在哪？我带你回去找你妈妈好不好？小千夏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江妙熙能看懂，然后继续比划着要江妙熙送她去孤儿院。你爸爸呢？江妙熙忽然问起。小千夏愣了一下，然后又比划着爸爸不喜欢我，他现在有了新家。江妙熙自动幻想为他爸爸妈妈离婚了，爸爸不喜欢他，又娶了一个，现在有了新的家庭。阿姨，你送我去孤儿院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小千夏再次让江妙熙送她去孤儿院。江妙熙看着如此乖巧的女孩，不忍心送她去孤儿院那么艰苦的地方。去什么孤儿院？你来阿姨家好不好？见江妙熙居然想带她回家，小千夏慌忙摆了摆手，我不能去阿姨家，你家人看到会不高兴的。江妙熙看着小千夏嫣然一笑，不怕，阿姨家有个姐姐，她看到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次日清晨，小千夏刚睡醒，就被江妙熙抱着上了车，车子开进了别墅。别墅里有个小姑娘一早就等在了那里。宝宝，你看我们到了。千夏看着富丽堂皇的别墅，心里更加忐忑了。这就是爸爸的家吗？一会爸爸看见我会不会把我赶出去？苏婉之穿着一身背带裤，酷酷地站在门口看着江妙熙怀里的千夏。这就是你捡来的小妹妹？小千夏眼睛亮闪闪地看着苏婉之，这个姐姐好酷啊。宝宝，这就是我女儿，她比你大是姐姐哦。
江妙熙笑着给千夏介绍了面前酷酷的女孩，我们先进去，其他的我一会跟你说。苏婉之从小就比同龄人早熟，知道妈妈一个人带着自己比较辛苦，从她会跑开始就不再让江妙熙操心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，非常有自己的主见。宝宝，你先在这坐一会，阿姨和姐姐去给你拿些吃的。小千夏抬头看了一眼江妙熙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苏婉之，然后乖巧地点了点头。苏婉之跟着江妙熙进了厨房，怎么回事？苏婉之抬头看向自家妈妈，江妙熙转头看了一眼沙发那边，你刚刚也发现了吧？苏婉之疑惑地问道，她是怎么回事？是不会说话吗？不知道，我从见到她开始就一直这样，有时会比划手语。她被妈妈遗弃在了游乐园里，昨天下午下着大雨，她一直在原地等着，可能是希望她妈妈可以回头接她回家吧。苏婉之皱眉，那她爸爸呢？江妙熙叹息一声，她爸妈已经离异，爸爸再婚有了新的家庭。那妈妈，你把她带回来是想收养她吗？苏婉之说出了江妙熙心中所想，芝芝想有个妹妹吗？江妙熙一脸期待地看着苏婉之，她生苏婉之时难产，拼了半条命才生下了她，最后因为需要一边照顾苏婉之一边工作，身体没养好，以后可能很难怀孕了。苏婉之看了一眼沙发那边的小孩子，她从见到这个小妹妹的第一眼起就忍不住喜欢上她了，她长得真可爱，感觉自己和她有股说不清楚的感觉，很亲近，我是挺喜欢她的，可爸爸会同意吗？江妙熙翻了个白眼，他同不同意重要吗？苏婉之浅笑地摇了摇头，不重要。江妙熙觉得他们进来很长时间了，怕小千夏在外面会害怕，急忙拿了些点心回到沙发那边，宝宝吃吧。小千夏笑着道谢后，才拿起一块小点心吃起来。江妙熙一脸期待地看着小千夏，宝宝，阿姨和你说件事，阿姨和姐姐商量过了，我们准备把你留下，以后我做你妈妈可以吗？千夏一脸不可置信，一会看看江妙熙，一会看看苏婉之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苏婉之也一脸紧张地看着他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妹妹？小千夏眼里闪着泪花，如果这是梦，她好想一直不要醒来。宝宝你怎么哭了？不愿意就算了，阿姨不强迫你。江妙熙见她哭了，赶紧抱起来安慰道。千夏连忙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你愿意留在我们家是吗？江妙熙看懂了小千夏的意思，欣喜若狂地看着她。千夏又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太好了，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女儿。苏婉之拉着小千夏的手保证道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家，姐姐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对了，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千夏一脸迷茫地看着苏婉之，然后摇了摇头，以前妈妈只会用她骗爸爸来，从来都不会教她识字，手语还是以前隔壁的一个小哥哥给了她一本书，她在上面学的，可惜没多久那个小哥哥就搬家了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小朋友和她玩了。妈妈，你说妹妹叫什么好呢？苏婉之已经开始思考要给新妹妹取什么名字了。江妙熙笑着看向苏婉之，这个不着急，等爸爸回来再说，好吧？苏婉之想了想也是，便没再管名字的事了。妹妹来，姐姐带你出去玩。说着她便拉起千夏的手，她一直很羡慕别人家有小妹妹或者小弟弟，她就一个人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她也有小妹妹了。苏婉之带着她去了别墅群的中间位置，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儿童娱乐区，在他们踏进儿童娱乐区开始，千夏便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，她转头寻找着，可却什么也没发现。苏婉之见千夏好似在找什么，便好奇地问道，怎么了吗？千夏摇了摇头，正准备收回视线时，却看到了那道视线的主人。待看清那个人的样子后，她欣喜地松开了苏婉之的手，朝那边跑去。苏婉之刚想问妹妹要去哪，就看见她正朝一个男孩走去，还开心地想要扑向男孩，但却被男孩用手抵住了。她板着脸假装很凶的样子，都说了不要一见面就抱。千夏一脸委屈地看着小男孩，夏天，你放开我妹妹，有我在你休想欺负我妹妹。苏婉之见状，以为是那个男孩欺负了千夏，连忙上前把千夏拉到了身后，同时一脸威胁地看着她。千夏过来。男孩看都不看苏婉之一眼，对着他身后的千夏呼唤道，你说过去就过去，妹妹你不要听他的。苏婉之话还没说完，千夏就乖巧地走到了男孩面前。男孩没有理会苏婉之，只是低头看着他问道，千夏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千夏对着夏天比划了几下，情绪失落地低下了头。妈妈不要我了，爸爸新娶的阿姨把我捡回家，我现在住在爸爸家里，爸爸不在家，所以阿姨还不知道我是爸爸的孩子。他在说什么？苏婉之看不懂千夏在比划什么，但感觉夏天懂，他便开口问道。夏天依旧面无表情，可对千夏说话的语气却透露着心疼。别难过，没关系的，如果以后你真的没地方去了，你来哥哥家，我家在那里。千夏抬头看了眼夏天指着的方向，又指了指他家边上那栋房子，我现在住小天哥哥边上那个。苏婉之警惕地看着夏天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拐带我妹妹。夏天冷漠地看了苏婉之一眼，你们要是对千夏不好，我会带走她。说完夏天就转身离开了。莫名其妙，苏婉之被他说得一头雾水，不过他总算知道妹妹叫什么了，原来你叫千夏啊。千夏笑着点了一下头，千夏走，姐姐带你去玩跷跷板。说着他就拉起千夏朝跷跷板走去，两人一人坐一边玩得不亦乐乎。如果不是江妙熙找了过来，他们都可能不记得回家了。妈妈，我知道妹妹叫什么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江妙熙疑惑地看着苏婉之，就是住在我们家隔壁那个很奇怪的小孩，我们刚刚碰见他了，他叫妹妹千夏，之前他们好像认识。说起夏天，苏婉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千夏见姐姐说小天哥哥坏话，立马跳出来为他抱不平，小天哥哥人很好，姐姐不能说他坏话。江妙熙见千夏难得硬气的反驳，竟然是为了邻居家的小孩，不由觉得有些好笑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回去洗个澡睡个午觉，等午觉醒了，我们一起去逛商场买几件衣服。江妙熙牵着两个小朋友的手回到家，第一时间给他们两个洗了个澡。宝宝，你先和姐姐住一间，等明天我再让管家给你收拾出一间房间好不好？千夏乖巧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躺了下去。之前他都是随便找个地方睡觉，妈妈都不会管他的。江妙熙看俩孩子都躺了下去，才转身轻轻关上门离开。片刻后，江妙熙坐在沙发上喊来了刘管家，刘伯，麻烦明天找几个工人把婉之旁边的房间打通，重新装修一下给千夏住。千夏是。刘管家早上不在，不知道江妙熙今天带回来了一个小女孩，如果她在的话，一定会认出千夏就是苏君哲的女儿。我今天带回一个孩子，我想收养她。婉之也
同意了，就等君哲回来办理领养手续了。以后她就是我们家的小小姐，让那些佣人注意点，要像对婉之那样对待千夏。江妙熙知道不给那些佣人提个醒，总会有几个不长眼的会在她不在时欺负千夏。是，我一定会一个个通知下去的。夫人要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下去安排了。江妙熙点了点头，坐在沙发上看起剧本，时不时还会抬眼朝楼上的房间看去，就怕千夏醒了没看到自己会害怕。他明显觉得千夏缺乏自信和安全感，他在想怎么才能让小千夏变得自信起来。还有他的嗓子不知道能不能医治。